我宋点心此生此世绝不会嫁给沈慕斯，否则这口棺材便是我的嫁妆。你简直是胡闹啊！这门亲事可是你自己向皇上求来的。点心要与我退婚。点心，好久不见。沈慕斯，怎会是好久不见？前一世你屠我满门，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你再得逞。沈慕斯，你无需再惺惺作态，今日我们便当着父母之面解除婚约。宋点心，没有我的允许，你没有放手的资格。皇上赐婚，岂是你想断就断？若你执意要娶我，这棺材便是你的归宿。好，今夜我们就在这棺材里成亲洞房。那我就成全你。不是。林点心，你想让我死？死是最简单的事情，我怎么会让你这么容易的死去？宋点心，你是不是疯了？你将我们将军府的脸面置于何地？我已向皇上辞官，现在只是庶民。国师府需要我这样的女人进门吗？从今以后，我与沈慕斯再无任何瓜葛。若满门抄斩由我而起，那重生再来，我就斩断亲情，封心所爱。只要你守护宋氏全族。此别再会无期，心上许和你，像那仙云野河山间一曲，思念出仇恨。我要让你尝到这世间所有的苦，痛不欲生。我要让你后悔活在这世上。燃尽。只有弃官从商，才能脱离朝堂束缚。做这千威阁的掌柜，就是最好的掩护。我要将来害我将军府灭门之人，一一铲除。将军，你们怎么都来了？我们都是跟着将军出生入死的人，不来这儿，我们去哪？我宋点心，谢谢大家了。从今日起，我已不再是将军，只是这千位阁小小的掌柜。掌柜，掌柜，您开着只招待达官贵人的茶室，究竟是为何？请君入瓮。元宵，带大家先下去。是。点心，无论我们之前经历过什么，你现在是否还会相信？陌路人而已，谈何信任？国师来此
到底有何贵干？这千位阁，你开不成？凭什么？就凭这地儿是我的。殿下，我要以地契入股千位阁。你想怎么入股46开。行，依你。点心答应的如此干脆，莫不是早知道这地方是我的，故意引我来？那我现在故意引你来此，让你喝这杯酒，你敢吗？点心给的酒，就算是毒酒，我也会喝下去。史穆斯，你在找死！真要死，我也只能死在你手上。看来这剑刺的还不够狠，那就如你所愿。重来一世，又回到了这里。上一世，他们答应只要你回来，我便不会少一下。点心！点心，是我害了你，但你到最后一刻，竟也没有舍得杀我。经历上一世，我知你不会再信我了。但我赌，你仍不惹上我。点心，你这是在做什么？点心，有话好好说，不要冲动行事。苏尚书，这是我和点心的事，你不必插手。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雪芙，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难道不应该站在我这边吗？点心，我只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受伤。点心，现在我可以走吗？国师，请自便。点心，你想引来的人已经出现，我该再帮你添把火了。角儿们已经登场了，锣鼓该敲起来了。
镇国将军府通敌叛国，满门300条性命尽数被诛。国师沈慕斯、礼部尚书苏雪芙谏言有功。沈慕斯，上一世我对你痴情一片，你却屠我满门。沈慕斯，为什么？苏雪芙，你是我的挚友，却夺我所爱，陷我无义。如今，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绝对要你血债血偿。雪芙，千味茶宴，国师大人亲奉的千味茶，诚邀各位莅临品尝。新店开张，千味茶宴，国师大人亲奉的千味茶，诚邀各位莅临品尝。你要卖了我？今日千味阁门庭若市，皆是冲着你而来，本是该高兴的事情，为何迁怒于我？你舍得让我陪别的女人？国师大人这副好皮囊，一定能值不少钱吧？万一我跟别的女子有传闻，岂不是坏了你的名声？名声能值几两钱？你该不会以为我退婚又创立千味阁，是在对你欲擒故纵吧？就不怕我坏了你的计划？怕，只怕你留不住客人。元宵，带国师大人出场。千味阁今日开张之际，为谢贵客，国师沈慕斯特为各位献上一场千味茶宴。若相中，请出价，价高者中。国师，开始吧。竞拍开始。800两，800两，1000两，1000两。都已安排妥当，不过苏尚书向来为官轻易自持，他会乖乖叫价吗？哎，这位姑娘出到他一定会抢的。还有没有人更高的？我出2000两。哎，2000两，这位苏雪芙以最高价拍下沈慕斯，必会询问密报之事。他的相好中书令魏云亭意外撞见两人奸情，他们3个人狗咬狗，
一时3年。2500两。雪芙，不必拘束，你若是感兴趣，也可叫价。我今日来就是给你助兴的，点心，我并无他意。有没有人出价4000两？4000两，4000两一次，4000两2次。我出4100两，4200两，4300两，4400两，4500两，4600两，4700两，4800两，6000两，6000两，6000两一次，6000两2次，6000两3次。苏雪芙拿下，有请沈国师。点心，灵珠碎玉虽不能夺目于世间，但却是2情不渝的事业，不要再轻易把它丢掉了。中书令魏云亭也在，要我告诉他你今天的计划。他怎么知道？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沈慕斯。但不管怎样，魏云亭对苏雪芙已产生了嫌隙，也不算白忙一场。雪芙，我与国师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今日我以2倍的价格拍下，改日让他为你奉茶。当然了，点心你的事情更重要吗？苏尚书，阁下，无妨。国师，掌柜说今晚请您自便。点心，灵珠碎玉虽不能夺目于世间，但却是2情不渝的事业，不要再轻易把它丢掉了。骗子，满嘴鬼话。国师，夜闯闺阁，未免唐突。出高价买我一夜，不用岂不是可惜？
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若是我对雪芙这样，你也无所谓。雪芙喜欢就好。你胆敢背着我勾引国师，怎么，有我还不够吗？你若是能明媒正娶，我何必另找他人？看来点心不喜欢。点心，热闹的事情越来越多，你要小心。掌柜，刚传来消息，中书令魏云亭暴毙了。苏雪芙当时是否在他身边？您是怎么知道的？没事了，你走吧。神木寺，这就是你所谓热闹的事情吗？他是在帮我。上一世，你们陷害忠良，图我宋氏满门；这一世，灭门之仇，我必10倍偿还。我叫宋点心。你不开心？我本想成为一国之师，为民造福的，但我爹说宋家人只能练武。我跟你相反，我想上战场，成为大将军，保护百姓。可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又是家中独子，我爹说什么也不让我学武。那这样，我做女将军，你入朝为官，成为国师，你替我完成我的梦想，我替你完成你的梦想吧。这个玉佩给你。哎呀，拿着拿着，你一个我一个。从今日起，你要替我成为国师大人，我也一定会如你所愿，成为女将军的。不是不可以啊。拉钩。
掌柜，苏雪芙带着2个侍卫来的，直接进了国师的屋中。警惕性还挺高的，想办法把那2个人给我支走。是。催情香已经点好了。魏夫人到了吗？到了。到了就好，我们该去看这场好戏了。苏尚书，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有约？中书令魏云亭暴毙了。你怎么知道？点心说，中书令魏云亭勾结外族。我想帮你查明真相，却亲眼看见魏云亭死在眼前。我怀疑，这事就是宋点心做的。这事和宋点心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想灭口。他故意诱导我，向魏云亭打探情报，好栽赃于我。这是魏云亭与南陆国往来的书信，我不惜以身作饵，才得到的。看来，魏云亭是死在你的温柔乡里。苏雪芙不仅勾引了你的夫君，更是拿你夫君的命当作向国师投诚的一份礼物。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只要告诉我，世上还有谁，我都能帮你一一查清。看来苏尚书对这份密信很在意。只要能助你权倾朝野，一只蝼蚁而已。他死不足惜。是吗？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云亭没有死。什么？苏雪芙为求自保，毒害并栽赃你通敌叛国，你还要保他？他告诉我，你与南陆国狼狈为奸，企图诬陷宋点心。他口说无凭，他和宋点心才是叛国之徒，宋点心甚至下毒灭口。是我下的毒。我在帮你挽发时，在你的发髻上下了迷药。神木司，你怎么能利用我？看来你们的关系也不过是相互出卖罢了。神木司，我们2个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沈木司为何设局揭发苏雪芙和魏云亭？他们难道不是一伙的？神木司，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多看我一眼？发生了这么多事，你的心里还是只有宋点心吗？不如魏云亭那条狗，他虽昏庸无能，但他宠我爱我，他甚至愿意为我废了他那无用的夫人。苏雪芙，你个贱人！魏夫人。
你也别想得到。宋铁心，你竟然杀了苏尚书！本国师奉皇上之命，彻查礼部尚书苏雪芙通敌叛国之罪。苏雪芙刺杀魏夫人，并预谋刺杀本国师。宋掌柜，斩杀有功。是。天心，你居然给我下罪行下3倍的药量，国师还能坐怀不乱？因为那个人不是你。天心，你如果不在乎，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还有利用的价值。如果不是我发现苏雪芙罪行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吧？什么死？停下来！不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我怕，但我更害怕失去你。偏要与你爱一场，欲望时间浮沉，样样人间莫问相忘，但愿此生不负我心所想，这一世陪在你身旁。你是我最深的想，最值得忘，最险的仗，便许下虔诚愿望，护一抹荧光。宿命如剑出鞘，最无常，这就是你想要的事。行，接受一生情深遗忘。你是我最深的想，最值得忘，最险的仗，我甘愿执迷不放，护一抹荧光。宿命如剑出鞘，最无常，却斩不断过往。你想要，我给过，我想要。明天我会让元宵通知你。最值得忘，最险的仗，我甘愿执迷不放，护一抹荧光。宿命如剑出鞘，最无常，却斩不断过往。长官。
这个郑怀安果然是敌方的细作，怪不得我们每次行动都被对方提前得到消息。调查有何发现？供出了一份名单。把人带下去。是。勾结南陆国的叛国之徒，既有商国，又有朝廷重臣，甚至连宫里都安插了他们的眼线。虽然有了这份名单，但又是谁在背后控制着这些人？元宵，你我拿到的东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然你我很难活着回去。掌柜，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通知了国师，半个时辰后他会到约定地等你。对了，掌柜，听说可颂公主要和那个南陆国的质子联姻，那个南陆国的九皇子好像今天进城。元宵，备好一间上等雅房。铁心，你今天约我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待会儿就知道了。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让开，让开！替我跟公主道个歉。铁心，什么意思？什么人胆敢在此放肆？国师大人办案，请九皇子前往千位阁一趟。九皇子，不想枉死，就跟我走一趟。掌柜，这位是？备好的雅房在哪？在北海阁。我知道你是谁，赫赫有名的海阴国一品大将军，宋点心。我如今已经弃官从商，只是个掌柜而已，叫我宋掌柜即可。宋掌柜，你把我弄到此地，到底是何目的？小心，别划伤了自己。这把短刀曾让我在狼群中活了下来，每一寸都染过想害我之人的血迹。只怕你的刀太短，伤不得。我不仅知道你的过去，我还知道你的未来也跟我有关。我没有心思陪你玩这欲擒故纵的把戏，我区区一个质子，只想活着。正合我意。九皇子，既来之，则安之。你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抢他。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以我给过你机会了，你自己不中用，勿要怪我另觅新欢。他可是敌国质子，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当然知道。九皇子颇有义举，我能做的
可多了。他若动你意志，我便屠他满门。救你的，快跟我走！杨护卫的领班，你的时间不多了。他不是来救我的，是来杀我的吗？九皇子，我不希望你枉死在无知之下。南陆国九皇子离奇，图谋不轨，和大将军宋典钦暗中勾结，乱我朝纲，悉数诛杀，不可留一人。原来是你！上世离奇惨死，我被冤狱气勾结，孙家被满门抄斩。为了不让悲剧重演，离奇不死是关键的一环。昨夜多亏了宋掌柜，才让我躲过一劫。举手之劳而已，无需客气。九皇子，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汤药，可滋养心神。宋掌柜过往战功赫赫，权倾朝野，如今公然抢人，抢的还是南陆国的质子，就不怕有人构陷你通敌吗？通敌之罪，我当然怕，但更怕到死都不知道是被谁所害。九皇子，你随身携带的那把短刀，刀刃磨损，不是防身的最佳武器，但你却如此珍惜，想必是爱你之人所赠吧？是我生母，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宫女。母亲总说，心软是递给别人捅向自己的刀。对我而言，活着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我理解，活着已经是最好的意义。我可以向你保证，待真相大白，必定护送你安然无恙地返回南陆国，与你的生母团聚。这一路九死一生，不是利用我，便是要我性命。你是第一个愿护我归家之人。宋掌柜，无论你的赌注和筹码是什么，我陪你入局。宋掌柜，为了感谢你昨夜的救命之恩，想赠你这只簪子。如此贵重，九皇子费心了。沈慕斯，怎么不喜欢九皇子？
你刚刚笑得很开心呢。哪有人收到心仪之人送的礼物会不开心呢？你留下离奇，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危险。已经有人上书说，当朝国师包庇宋典心，绑架南陆国质子，有谋逆之意。怕牵连就别玩了，国师大人的胆魄不过如此。没有我在，你以为这千位阁能平安无事？没有你，千位阁也照样招财揽客，只怕是招灾揽祸，引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你不就是那个不必要的麻烦吗？难道不是离奇？他比你重要。我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互相利用？我们之间连一丝信任都没有了吗？信任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后面表现得再诚恳，都感觉是在骗人。典心，你永远知道，扎在哪里我会最痛。看来是我太贪心了，想要告诉你所有的一切，但我知道，那只会让你将此时此刻的我推开得更远。宋掌柜，方才我演的可好？无论你的赌注和筹码是什么，我陪你入局。还有一事，你很讨厌他？你是指沈慕斯？我可以帮你，毕竟演戏这种事，没有谁可以比质子更得心应手了。多谢，以后叫我点心吧。以后换我离奇便可。边的离奇，你没事吧？严萧，快去追！是。良臣良护卫。说出你上面的人，兴许我还能留你一命。这个人，你们得罪不起。你们在干什么？本国师正在办案。无需你插手。你们退下。是。
杀了你。我怕，但我更害怕失去你。史穆斯，上次的伤还没好。一个不重要的人，点心何须关心？跟我来。这又是什么香？安定养神的香。点心，这一颗如毛似丸，放入可视，但你仍是在意我的，对吧？史穆斯，这一世的你，为何一直在帮我？这一世的我，是否真的可以断情所爱？点心，你好久没有像这样看着我了。现在海阴国与南陆国势同水火，各方势力暗潮涌动。苏雪芙又刚死在千位阁，你又将帝国质子置身于身边，很危险。倘若有人构陷你私通外敌，你该当如何？我不会给任何人这个机会。宋点心，我们就这样相互利用下去吧。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守在你身边，因为我怕我不在你身边，你需要我时，我却无能为力。掌柜，国师也是这个名单上的叛国之人吗？他不在名单之上。国师沈慕思，礼部尚书苏雪芙，谏言有功。苏尚书，这是我和点心的事，不必插手。沈慕思，害我之人到底有没有你？真的让我看不懂你。
既然能重生再来，此生此世，你是我唯一的挚爱。我定会护养，绝不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雨倩小姐，来人啊！来人！雨倩，别碰我！雨倩，是姐姐，别碰我！是姐姐。姐姐，那宋点心如果继续给我们找麻烦的话，主子说了，将军府也就不用存在了。王太，这小妞真不错，一会儿咱要不要再来一次？雨倩不怕，有姐姐在呢。不怕，不怕，不怕，有姐姐在。天冷，暖暖手吧。多谢。对于女子而言，失了贞洁，这一生也就毁了。贞洁又如何？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的随行梁护卫咬舌自尽前说，这个人我得罪不起。我杀了苏雪芙，就有人立刻拿雨倩来警告我。我有预感，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欺凌我妹妹的人。点心，朝廷纷乱，人心叵测，你现在已经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想要揪出背后之人，恐怕更难。只有以我为饵，才能放长线，调出这背后之人。掌柜，查到一处可疑地址，这不就上钩了？掌柜，我们根据马车查到了这里。这个甄嬛庵果然是敌方的戏份，怪不得我们每次行动都被对方提前得到消息。他们是故意引我们来这儿的，我引开他们。你回去叫人。上！跟追！快点追！你怎么来了？一个没有功夫的人是过来送死的。就算死，
也好过此别再无相见日。沈慕斯，此别再无相见日，只愿一人度春秋。这是少尹十五临死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为什么他会知道？他在这儿，小心！想死别拖累我，回千维阁。你们都别待在这儿了，我陪御前就好。好，有事情随时唤我。这一切都是姐姐的错，姐姐发誓，绝不会放过那些欺凌你的人。国师，朝中无事可做吗？你看起来很闲啊。家事重要，但叨扰了九皇子，实属不该。点心早已与你退婚，沈国师，不要自作多情。这门亲事是点心求皇上赐婚，若想要解除，必须禀报皇上。我现在仍是他未来的夫君，一纸婚书罢了。点心有能力可以自由选择。你的联姻虽然只是一场交易，但牵扯两国，希望你谨言慎行，不要给我未过门的妻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阴谋，夹紧狐狸尾巴，别被我抓到。于谦，姐姐，我的身子已经被玷污，为家族蒙羞。我若活着，只会成为你的累赘。我已经失去活在世上的勇气。姐姐，这辈子能当你的妹妹，被你疼过、护过，是以前的福气。姐姐，答应我最后一件事，不要再查了。玉姐，绝笔。玉姐，夫人，我的玉姐，玉姐，你让娘怎么活？你要怎么办？玉姐，把姨娘带下去。宋掌柜，妹妹被你拖累致死。从即日起，你宋点心与我宋家再无任何瓜葛，以后你也不再姓宋，我也不再是你的父亲。你走吧，这辈子也不要再回来。爹，爹没有说错。
如果不是我，于谦不会惨死。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女儿此生无以为报。滚！宋家女宋典心，拜别父亲。将来，你爹会明白你的用意的。尽管你与家人已经断绝关系，但家人仍是你的软肋。如今四面危机，不如早做打算，将他们送去安全之处。为什么？为什么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以前我追着你时，你对我敬而远之？如今又非要缠着我不可，到底是为什么？因为直到失去过你的痛。你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也许是我开窍了呢。一个让你失望过的人，怎么可能只让你失望一次？不要往后退啊！我不往前就是了。有些关系到此为止，就是最好的收场。我不许我们只是到此为止。此别再无相见日。既然一切可以重来，宋典心，我又怎会让我们只愿一人度春秋？重来一世，我以为能够改变一切，再错一步，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不能再重蹈覆辙。掌柜，有郑怀安的线索了。郑怀安为什么会来到御史大夫林修远的外宅？哎呦，这幅字画我寻了许久，多谢国师。啊，今日来可有何事啊？当然是有事要拜托御史大人了。
师，请。昨日查得如何？我跟踪郑怀安到了御史大人的外宅中，看见了沈木司。你怀疑沈木司与他们同谋？应该不会是同谋，或许他只是刚好在那儿。你在替他找借口？没有，我替他找什么借口？宋点心，你这人挺好玩的，陪你玩挺有意思。即便玩的是一条死路，玩得开心便好。你又怎知闯不出一条活路来呢？梁公公，众人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将军宋国林受人检举，有参没军饷之事，一律全族流放于岭南。念在宋典心昔有功勋，且已被驱逐出宋氏宗籍，暂不追究其连坐之罪，钦此。梁公公，我爹绝不可能贪污，能否让我入宫面圣？此乃是圣上的旨意，自然已经是查明了。但是，宋典信，其实此事你应该感觉到庆幸，庆幸自己保住了这一条命。接旨吧，梁公公。梁公公，随我去将军府。经查证，礼部尚书苏雪芙之死和千位阁的一名男子有关。皇上派我来彻查此事，所有男子全部带走。宋典心留在千位阁，不得外出，直至查明。掌柜，都别动，不然发生这么多事，如果跟他们再起冲突，就更没有机会查清真相，把爹救出来。跟他们走。走。天心，发生了何事？九皇子，你来得正好，跟我去一趟大理寺协助调查。李启当时还未来千位阁，你这样胡乱攀摇，就不怕引起两国交战吗？是不是御史大夫林修远让你这么做的？是我主动请奏皇上，跟御史大夫没有关系。沈木司，是我看错了你愿意信我吗？尤其是把家人作为一份赌注。你有什么值得我去信任的？既然你不愿信任，那我也不再多解释了。没想到沈国师竟然如此恶毒，连未婚妻的族人都不放过。九皇子，我的家事
无需你来智慧。怎么样了？我买通了鱼头，他今晚会照顾好宋老将军。但是，明日辰时，全族将会流放岭南。还有一事，沈木斯上奏皇上，不仅检举将军宋国林贪污军饷，甚至请求亲自彻查苏雪芙之死。说过，战场瞬息万变，制胜之道在于谁能占据主动权。我相信，一定有办法改变局面。李琦，帮我做一件事。慕斯哥哥，你若想求情，我无法接受。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帮我？娘，站住！明日，我要我爹清清白白，官复原职。我要千位阁一干人等无罪释放。宋天心，不要做让自己后悔之事。明日，我要我爹清清白白，官复原职。我要千位阁一干人等无罪释放。我不信你会做到如此地步。爹，站住！给我爹平反。你若是不同意，我爹流放岭南之日，就是你爹娘尸身送回国师府之时。我说过，
如今四面危机，又早做打算，将他们送去安全之地。你为什么不信我？就是因为信了你，才会落得家破人亡。一直都在骗我，从头至尾。可他们是无辜的。我爹一生为国征战，难道他就该落此下场吗？我最后说一次，给我爹平反！你要是不同意，我现在立刻杀了他！宋典熙，你不要逼我！是你在逼我！我这一生就是为了守护家人而活着。将军府要是不在了，我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陈氏，我必须看到我爹。最后一灯星烛，才懂得朝暮。涉过人群汹涌，人心波折，比春冰难渡。庸人所望，日暮作灯，生花枯树。我答应为你爹平反。长生长痛，不明不来。你会心断人间。曾口向心门寒冬，情更翻被岁月轻拂开。宋典熙，你会来向我利用你不是？只得一言，万来不语，万劫不复之意，愁痛快。风霜如雪，再无痕留来。最后一灯星火，才懂得朝暮。涉过人群汹涌，人心波折，停在你眉目。于是冰释尘烟，日暖一川小树。爱已从上，荒芜心态。明知不留一丝微妙，遇见地沧海。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将军宋国林被检举贪污军饷之事，经查明为不实，当即释放全俘，宋国林官复原职。沙场就是踏着鲜血和尸骨，不管重来多少次，我都会竭尽全力，誓死保护族人周全。哎，夫人。哎。哎，四儿回来了。宋老将军今日官复原职，大喜事儿啊！爹，娘，昨夜可有何事发生？无事啊，你爹带我去看花灯了。四儿，怎么了？掌柜，回来就好。沈默司已经停止调查苏雪芙之事，
你昨晚让我准备沈慕斯父母的人皮面具，究竟做了何事？从此以后，你我情断缘尽。都起来吧。掌柜，退下。是。林修远之事，调查的如何了？已经调查清楚了。宋殿心，你诱骗了我。郑怀安的顶头上司王放驰每月初一会与御史大夫林修远在寺庙里私见，行迹隐秘。袭击你的郑怀安虽是王放驰之人，但暗中替林修远办事。看样子，王放驰并不知情。郑怀安手中有所有人的名单，说不定不止吃2家饭。什么名单？进来。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对付你的人，必定权势滔天。他能让你妹妹出事，也能让将军府满门抽斩。我让你的家人以流放的形式离开京城。一旦出了京城，我便有办法让你的家人前往安全之处。我只希望你要保护的人平安无恙。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那查封千位阁，御史大夫林修远和王放驰联名上书，要求彻查苏雪芙之死。我不得已才请求皇上让我亲自调查，寻求一线生机。既然你早有计划，为何不提前告知我？我有问过你，你会信我吗？宋点心，你愿意信我？尤其是把家人作为一份赌注。你有什么值得我去信任的？你真是把我弄糊涂了。我越来越看不清楚你的目的。点心，你从来不是我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迷不悟。那这一次，我希望我们是盟友。你会信我吗？看来我们可以相互利用下去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杀了你爹娘，你会怎么样？我会杀了你。天地中午，月儿西中。你比我还疯。沈慕斯向御史大夫林修远赠画贿赂，还检举您，可知详？你以为我会糊涂到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吗？王都尉，我听你说有人要图谋造反，
投靠南陆国。大人，怎么了？看来这个王凤池不能留了。啊，没事，我们走。你以为我会糊涂到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吗？你确实是糊涂了。王都尉，您没事吧？郑怀安，都尉，是御史大夫让我来的。他说我不动手，他就要我的命。王都尉，你知御史大夫林修远喜好美色，为了巴结他，常供上各地美女。不过你可知，你的夫人也常深夜密会林修远。什么？此时此刻，他正在御史大夫的外宅中。林修远，我要你不得好死！你这女人，竟敢背叛我！林修远，你不仅过河拆桥，还敢玷污我夫人！我要杀你全家偿命！我抢你女人又如何？老夫一路提拔你这莽夫，让你执掌军权，你却背叛于我。明明是你与沈慕斯勾结。这些年，你不仅残害与你政见相左之人，还私藏兵马，图谋造反，投靠南陆国。如今你怕事迹败露，就要拿我开刀啊！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若不是老夫，你怎么能接触到南陆国那些权贵？这一路你私吞了多少金银财宝？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话都记下来，都记下了。沈默斯，是你设的局。御史大夫林修远，都尉王放池，两人意图谋反，经查证属实。掌柜，一切都尘埃落定。沈慕斯是怎么办的？国师上奏，御史府男子全部充军，女子贬为军妓。告诉他，为了方便一家人互相照顾，充军的和军妓在一个军营就好了。是。玉姐，姐姐答应过你，绝不会让你枉死。此毒12个时辰内将会深入骨髓，让你痛不欲生，暴毙而亡。郑怀安，给你最后1天的时间考虑。我真的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啊！郑怀安若一直不肯招供，你就真的让他毒发身亡？麻药而已，他怕招了也是死，嘴硬，兴许还能多活几天，总得吓唬吓唬他。你把他在千位阁的消息放出去，引狼入室，
只会招来更多未知的麻烦。不是还有你这个可以利用的人吗？我们各取所需。各取所需。那我想要的，你也会给我？史穆斯，我之前信任过太多的人，但最后只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下场。你是史穆斯，也是海鹰国的权臣，你我之间都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那就忘掉这一切。你只是千尾阁的掌柜，而我只是一个爱慕你的人。掌柜，不好了，千尾阁被禁卫军给包围了。与我无关。梁公公，这是送点心。众人皆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民女送点心，当街强抢驸马离奇，不成体统，惹是生非。但念送点心过往屡立战功，将功折罪，恕罪不罚，钦此。姐姐，本宫终于见到你了。智取天河谷，孤身守边塞，在本宫心中，你就是最厉害的将军。承蒙公主夸奖，如今点心只是这千位阁的小掌柜罢了。那也是最漂亮的掌柜。姐姐，本宫住哪间房？公主要住在这里。父皇说了，让本宫与九皇子培养感情，大婚之事一切由本宫做主。今日本宫就在这千位阁住下了。好，那公主等我安排。元宵，给公主备一间雅房，守好郑淮安。是，九皇子，你可得好好表现。皇上叫你跟公主多联络感情。国师大人，你可真是聒噪了，怪不得姐姐要与你退婚。你还在这干嘛？你别多想，你只是本宫来找姐姐的一个理由罢了。还愣着干嘛？都退下吧。男人真是麻烦。哎，姐姐，听说这宫外新奇玩意儿颇多，在宫里整日循规蹈矩的，都快把本宫给闷坏了。那公主想玩什么？全凭姐姐做主。好。姐姐是要带本宫看星星吗？是刘莹。
姐姐，你看，这边，这边更多。慕斯哥哥，小点心，你又翻墙？翻墙是为了给你看个好玩意儿。我今日功课还未完成，我没工夫陪你玩。看好啦。片片流萤点缀书窗。我听说啊，对着流萤许一个愿望，愿望就会实现。但愿以后天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无穷无尽。求求啦！这个傻丫头，怎么能傻得那么可爱？洋洋人间蓦然相望，但愿此生不负我心所想，这一世陪在你身旁。幼稚！哎呀，慕斯哥哥，看流萤。最险的家，便许下虔诚愿望。点心，愿你所有愿望都能如愿而至。却斩不断过往，携手余生，今生遗忘。姐姐，你是如何得知本宫喜欢流萤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听闻公主常吟这首诗，还喜爱夜间发亮之物。本宫母妃还活着时，她的庭院里也有许多这样的流萤。本宫都忘了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过这样好看的流萤。公主喜欢，可带回宫中。流萤的一生，存活短则数日，长则半月。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在这个小院里面飞舞，何须因为本宫的一己之私，将她短暂的一生困死在这牢笼里？只要公主愿意，可以随时来千位阁。孙点心，本宫决定了，从今日起，我们就结为异姓姐妹，以后你就是本宫的姐姐。不，我和您身份有别，请您收回您的话。不，你这个姐姐，我认定了。
深夜独酌，你还有这等雅兴？今晚夜色正好，为何不与我共赏这良辰美景？无论离奇是不是驸马，他都应该离开了。来者皆是客，况且离奇也算是我的朋友。那你可知，可颂公主为何执意要留在千位阁？可颂公主心思单纯，只是贪玩而已。不必了。拿出你祸害我的劲头来，不要光怀疑我，也怀疑你身边的其他人。我祸害你，你应该感到荣幸。掌柜，公主。一刀毙命，伤口极小，是特殊武器，海阴国并未见过。没有中毒迹象，也无任何挣扎和拉扯。我检查过门锁，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而且这个房间就只有这一个出口。你是何时去查的房？1个时辰前。1个时辰。元宵，命令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千位阁。姐姐，这人是谁啊？启禀公主，此人是都尉王放池的副尉郑怀安。皇上命我查案，郑怀安是关键人物，所以我将他扣押在千位阁，方便审问。哎，公主殿下实在……站那！我……这有枚玉佩，定是凶手在作案时不慎遗落下的。这枚玉佩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国师大人，这是你的玉佩吧？是我的玉佩，不知何时落在此处。国师大人，这句话应该本宫问你吧？掌柜，千位阁的所有伙计都在一个房内休息，所有人皆可作证。这么说，只剩下我们了。请各位轮流讲述1个时辰前的去向。本宫在屋内歇息，姐姐还给本宫喂过汤药。国师大人，你1个时辰前在干嘛？今晚月色撩人，我在院中独酌。姐姐你呢？我点心与我在一起。这么说，姐姐离开本宫房间后，一直与九皇子在一起。他们2人为何都在撒网？九皇子近日睡眠前，我有一种特制的安神香，去给他点香了。
倒是国师大人，可有人见过你在庭院？喝得太伤心，忘了。那就是无人证明，并且你的玉佩出现在房间，你很难洗脱嫌疑。宋点心，你怀疑我仅凭一枚玉佩？那枚玉佩难道不是国师大人最珍惜之物？为何会遗失？确实是珍惜之物，不过若有人栽赃于我，已不是难事。沈木寺，只有你的行踪无人证明。宋掌柜，还有一人未问，难道你想包庇他？还有谁？元宵，你本应该守在门外，为何离开？我确实应该在门外，但我听到窗外有异响，就去查看了一下。可有人看到了？这么说，元宵也有杀人嫌疑？我怎么可能啊！掌柜，我真的就是去查看了一下。宋点心，你是不是应该一视同仁？元宵确有嫌疑。哎呀，这说不定啊，这就是外来的刺客。其实此人根本就不在我等之中啊！哎呀，公主殿下，咱别再瞎折腾了。您是千金之躯，这万一有个闪失，老奴可吃罪不起呀！不如咱们快回宫去吧。好，所有人不得离开千位阁。这么好玩的事情，本宫当然要在场。全凭姐姐指挥。夜已深，大家先好好休息。元宵和沈木司关到一处。至于凶手究竟是谁，疑点颇多，明日再议。掌柜，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没有理由去杀了郑怀安。我让你与他住在一间，是让你看着他，别让他跑了。哦，我明白了，放心，我一定盯紧他。为何撒谎？这件事你怀疑是我做的？你这么一个爱干净的人，怎么会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泼脏水不怕，点心信我就好了。一刀毙命，伤口极小，是特殊武器，海英国并未见过。说吧，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既然要引狼入室，事情越乱，就越能让真凶放松戒备，露出马脚。把事情搅乱的是你。你真的去给离奇点香了？你说呢？我说，点心当时正在与一名爱慕她的男子花前月下。我现在敢肯定你变了，变得油腔滑调的，都跟谁学的？跟一位友人，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他是谁？你这么在意？元宵快醒了，快回屋吧。好。离奇，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与沈木司虽相识不久，但他不太像是会下杀手之人，所以特地前来查线索。昨晚夜深，还没来得及问你，
案发时，你我并未在一处，为什么要撒谎？我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你查案。你若没有证人，这案子岂不是更不好办？所以，你到底在哪里？我在房间休息，但无人证明。你信吗？恕我直言，你现在的举动确实让人生疑。你怀疑的很有道理。我刚才查看了致命伤口，伤口三面呈现菱形。听闻南陆国有一种名为三棱刺刀的兵器，在兵器冶炼时会加入砒霜，再用白磷保护刀体。刀本无毒，但长时间使用磨损，砒霜裸露便会致命。你那把刀也是如此吧？我母亲让我随身携带，看来要更加珍惜。这里先交给我吧。那就不打扰了。离奇到底是在找什么？看来，凶手是冲着郑怀安这血书上的内容来的。看来，我们得想个办法，引诱凶手来寻这血书。长官，国师大人不见了！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他到底是做贼心虚逃跑了，还是让人抓走了？长官，都怪我不好，怎么就睡着了呢？没看好人。元宵，保护好千位阁，我去找沈牧司。您放心。姐姐，你准备出去了？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本宫发现九皇子古古怪怪的，刚刚他在你房门口偷听，见到本宫一来，掉头就走。我知道了。刚刚人多，本宫使劲憋着没敢说，现在说出来，师傅得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公主慢走。
接。没想到真的是你，设计我！你为什么要拿血书？人是不是你杀的？殿下，不是你想的那样。如果你没有杀人，最好把这一切解释清楚。甄嬛安死前，我见过他。如果你没有杀人，那你最好解释清楚。甄嬛安死前，我见过他。九皇子，只要你肯放了我，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保证可以还你自由。我听到你们说他留下了血书，怀疑他将秘密写在了血书上。离奇说，他想用这个秘密去见皇上，以换取他的自由。本宫险些与敌国刺客成婚，还好姐姐发现的及时。那接下来怎么办？离奇已经被扣押在屋，稍后我便向皇上禀报。宋点心，你携我来千位阁，许诺庇护我返回南陆国，兑现承诺之际，你却把我当做一枚弃子。只怪你愚蠢，会相信我说的话。离奇，你今天绝对走不出千位阁。去死吧！哎呀，公主殿下呀，危险呐！你别去呀！公主殿下，不是公主殿下，你快走啊！有老奴在的，你快走！九皇子，您不必激动啊，可以把刀先放下。老奴一定在陛下面前为您求情的。如此一来，当然了，两公公，因为你和我一样是南陆国人，理应帮我才对。哎呀，九皇子，您说笑了。您即便是要逃走，也大可不必往我身上泼脏水呀。甄嬛死的那夜，我亲眼看见你用杯盏泡第一杯茶。我们南陆国人泡茶，会将泡好的手杯茶倒入杯盏，水撞击杯盏发出悦耳之声，是吉祥的象征。怎么，单凭此一个动作，您就能确认我的身份？我不用跟你废话，你只需告诉你主子，东西我拿到了。他若不想暴露身份，就安全护送我离开海阴国。哎呀，既然话都说到这般地步了，
我又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啊，九皇子殿下说的一点都没错，的确，绝对不能暴露。不如这样，九皇子殿下，老奴现在呀，就送你上路。啊！梁公公，梁公公，怎么是你？哦，原来你们所有人一起骗我！是姐，这是姐姐！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快走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滔天的秘密，这从头至尾都是你们设的一个局。为了得知到底是谁让郑怀安闭的嘴，确实有秘密。在郑怀安完成脱身之后才会告诉我，我还未行动，人就被你杀了。你跟随本宫多年，本宫如此信任你，你怎么敢？公主殿下，你可是老奴看着长大的，你到底是谁？说！好，我说，其实我本不姓梁，我的真名叫朵甘丝，也是南陆国人。宋点心，你可知当年正是你的父亲亲自领兵攻打我南陆国，害得我全家上下家破人亡。我原本应该随他们一起共赴黄泉，可我不甘心，我要报仇。于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这海银国，还入了宫，做了太监。至于那郑怀安，本是为我做事之人。梁公公，你若不救我，我就把你干的所有的勾当都告诉宋点心，要死一起死啊！怀安呐，又跟那儿瞎琢磨，干爹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知道，你我现如今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放心吧，啊，来，地上凉，先起来再说。苏雪芙、林修远、王放池、郑怀安，怎么可能是替你办事之人？你背后的主子到底是谁？说！今天的人到的是真齐呀！
么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给我陪葬！送点心。别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监梁喜乃南陆国细作，死不足惜。南陆国九皇子离奇将功补过，免除责罚。姐姐，没想到自幼陪我长大的公公，竟然是敌国的细作。本宫眼下没有心思干任何事了，我以后再来找你玩吧。随时欢迎。九皇子，啊，你与本宫的婚事就到此为止吧。你这个人太麻烦了，我不喜欢麻烦的事，麻烦的人。姐姐，我真的走了。千威阁随时都欢迎你。嗯。所有的线索又都断了。海银国的梁公公，在南陆国叫朵干寺。看来这些名字背后，也许都有副新面孔。掌柜，掌柜，不好了！干什么慌慌张张的？宋老将军出征了。就是这一战归来，我被扣上了和离奇勾结之罪，将军府被判通敌叛国，满门抄斩。这时，郑怀安虽死，但恐怕幕后主使还会派其他人混入剧中，我绝不能让你重蹈我上一世的覆辙。宋老将军卯时就已经出发了。我爹出征之时，你可知？近日南陆国战事频繁，我多次向皇上请旨，宋老将军年事已高，但他主动请纶出征。放心，我已经嘱咐好傅家，定会保护好他的安全。多谢。殿下，离奇是时候该离开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的。况且，他自小离开南陆国，作为质子囚禁于此，我与他素无瓜葛，他没有要害我的理由。你为何如此笃定啊？史穆斯，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你将一个南路国之子放在身边，只会引起无休止的问题。爹，军中可能会有南路国奸细，爹要小心。女儿等你回家。天霄，把这封信用最快的速度交给我爹，让他看完之后立刻销毁，千万别被人发现。掌柜放心。点心。点心。你这几日食欲不太好，我去外面买了山楂糕，尝尝。我吃不下。我知道，你为你爹的事担心，但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点心。李琦是时候该离开了。那日，你可曾真的想过，为了得到那个滔天的秘密，就去帮郑怀安脱身？我说是，或者不是，你便会信我吗？我与你联手，也并非毫无保留。我亦有秘密隐瞒于你，但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点心。感谢你的坦诚。沈慕斯对我有很深的敌意，说我与他真起冲突，你会选择站在谁那边？谁都不会影响我的判断。点心，喝点粥。国师总是出现的不合时宜。看来这熬了一夜的粥，还是我自己喝吧。史慕斯。我等会儿再喝。好。长官，可等到了元宵？没有。哎，是爹的笔迹，但爹寄信习惯用火漆，这封信却没有。是
是有人刻意引我过去。不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继续在城门等元宵。是。谁派你们来的？上面交代了，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这崔晴要有麻痹内力的效果，她可是个女将军，大家痛快痛快吧！追！千位阁的路上，找到之后立刻杀了。走。走。你怎么来了？我看你急冲冲的出门，就跟过来了。你也不怕被抓住？有你个女将军保护，怕什么？我现在这个样子，怕是保护不了你了。后山有间我的别院，走。山中湿寒，马上就暖和了。你应该中了迷幻药，好好睡一觉。天心，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哪受伤了吗？别碰我！他们给你下了催情药，没想到这个药效如此难以克制。我上次给你下了3倍的药量，你是如何忍住的？因为那个人不是你。你想让我停下来吗？现在是我停不下来了。
付出回忆，叹宿命轮回里。反转人间旧影，换朝夕红尘里。反转流年时，再续不停笔前事意。那一天穿行也断情，那一天飞雪人间寻。那是擦肩过的一瞬，足够我刻骨一生。辞别在回忆无期，心上续和你。像那些云烟和山间一曲，思念触手可及。我只要今生续一场相依，不要如往昔之间为敌。往星河长鸣，支离破碎间人情。有留影。我听说，对着流萤许愿，愿望就会实现。小时候你说过，只要对着流萤许愿，就会实现。但愿爹能够平安归来。你许了什么心愿啊？我许的愿望，就是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你会怎么做？我会像爹希望的那样，继续当将军，保护国家，保护家人。我会像现在一样，只爱一个女子，和她一起看流萤，和她一起看满天繁星，不论发生什么事，都陪在她身边，护她一生平安。如若背叛，凡所喜皆会成痛，凡所乐皆会成苦。还不够。如果这最终的结局是一场炼狱，我会把你高高托起，远离那些苦难。我信。你是我最深的想，最值得忘，最显得长，便许下虔诚愿望，呼一抹荧光。宿命如剑出鞘，最无常。现在你的心里可否有我？此时此刻，你是我最深的想，最值得忘，最显得长。我甘愿执迷不放，呼一抹荧光。宿命如剑出鞘，最无常，却斩不断过往。携手余生，情深一忘。点心，元宵受了重伤。发生什么事了？在将军营找苏出以南路国来往的信件，元宵带回来份宋老将军的亲笔信，要亲自交给。我爹怎么样了？
天子自缢身亡了。月萧，掌柜，对不起，我赶到的时候，宋老将军已经，这是副将被抓之前偷偷塞给我的。点心，你记住，只要有爹爹在，以后什么都不用怕。饿了吧？走。巫女点心，你自小如你娘，颇有主见。你向为父下跪那日，为父并不是真心想要将你逐出家门，只是为父明白，你退了婚约，开了千位阁，定有你的道理。丫头，大胆的去做你想做的，无论到什么地步，一切都有爹在。尽管为父一生征战沙场，但这一次却有不祥预感。若为父出事，我只希望你放下报仇的念头，立城隐居，平安度过余生。这是为父对你唯一的期许。重活一世，我明明已经知道会发生的所有事情，我明明已经离开了朝堂，我明明为了守护家人与家族决裂，到底为什么依旧落得如此地步？皇上，宋典心是您御赐之婚，若他因是宋氏后人而被定罪，那我也应该被关入大牢。胡闹！你身为一国国师，怎可拿儿女之情来威胁朕？夫妻生则同姓，死则同血。宋典心若死，臣请皇上赐臣死罪。我家老爷不可能造反的，你们要干什么呀？快点儿！任何人都不准带走。宋典心，皇上有旨，满门抄斩，株连9族，就算是已经被逐出家门的，也不能例外。把他抓起来！我可谁敢？典心，我宋家世代为武将，为国征战疆场。到了我这一辈，纵然是女儿身，也不去冲锋陷阵。我爹这一生征战南陆国，立下战功赫赫，他绝不可能叛国投敌，更不会背弃先祖遗愿。若有人陷害我爹，却无人替他查清真相，那么今日我们宋家的下场，就是你们将士未来的命运。众人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民女宋典心因国师沈牧思恳请宽宥，特赦其连坐之罪。国师沈牧思德行有失，由正一品降为从一品。
钦此。点心，我们回去。你在这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跟我回去。点心，你父亲不会想看到你这样的。他已经看不见了。民女宋点心因国师沈慕斯恳请宽宥，特赦其连坐之罪。国师沈慕斯德行有失，由正一品降为从一品，钦此。这是什么？我此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血债血偿。沈慕斯，我是不会嫁给你的。明日，请你离开千味阁。现在我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这些日子，我从未对你心动过，所以你也无需再将心思放在我身上。天仙，我不信。我要为我爹复仇，没有时间与你纠缠。每多一分牵绊，我便多一分束缚。从今日起，你我便是陌路人，请你离开。宋点心，如若违背，凡所喜，皆会成痛；凡所乐，皆会成苦。够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我根本不会落得今日的处境。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请你离开。听不懂吗？好，我不逼你。
走的路绝无退路。你拿自己的前程和性命与我作伴，我怎么可能将你牵扯进来？伪造的我爹与南陆国往来的那些信件，应当与这封信都是出自一人之手。上面的字迹当时被我无意中抹开了，所以这封信应该是当时刚写完。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元宵，去找到善于模仿笔记的人，我会想办法找到那个送信的孩子。是。从今日起，你我便是陌路人，请你离开。宋典信，如若违背，凡所喜，皆会成痛；凡所乐，皆会成苦。够了！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请你离开。哎呀，掌柜别看了，听闻国师一夜都未回府，此刻可能还跟那个花魁在逍遥快活呢。你还……我错了，我立马去找人。点心，你要出门？我去找个人。我陪你一起。有事之后再想起什么来，随时来找我。这女孩虽然听得见，但说不了话，也不认字。而我们现在唯一能知道的，便是让她送信之人是个男子。多谢。你还认识我吗？你有家人吗？跟我回千位阁可好？那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如果再见到给你信之人，就来千位阁寻我。记住，只要你愿意，千位阁永远是你的家。我一定会让你温饱无忧。点心，那夜我已与你说清楚了，你我已是陌路人，请你以后不要再插手我的事情。国师，我们要回去了，就不要再叨扰了。国师日日与花魁作伴，还想得起我这个千位阁的小掌柜吗？点心，我不会再让你把我推开。掌柜，我刚打听到城里来了个尤氏，
这位尤氏在花满楼与花魁饮酒作乐时，酒醉兴起，便展现了模仿字迹这门绝活。既然花魁见过这尤氏，我们便可找他寻找线索。这家伙喝多了，便拿剑要杀了花魁，花魁吓得连夜出了城。不过，我听说国师与花魁很熟，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不用，去花满楼。这就是花魁。小女洛苏，久闻不如一见，很高兴见到宋掌柜。你认识我？总听沈国师提到你。看来姑娘与国师很是亲近呢，怪不得国师离开这千味阁。听闻千味阁金屋藏娇，想必是九皇子殿下吧？小女为您请安。二位前来，到底有何事？洛苏知晓尤氏的模样，我怕他有危险，所以将他带到千味阁，不仅是希望得到你的庇护，还希望他可以帮助你寻到要找之人。你放心，千味阁定能护得住你。洛苏再次谢过宋掌柜。已经按照陆姑娘的描述画好了画像，全城搜捕，尽快找到此人。是。你想干嘛？想见你吗？国师大人夜夜笙歌，万花丛中过。我一个千味阁的小掌柜，有什么好见的？你对我的行踪这么了解？我曾经受过洛苏的帮助，所以与他相识。与我无关。国师大人若是无事，就请回吧。既然洛苏是我带来的，他留多久，我便在这里住多久。今天大家聚在这里，一是欢迎洛苏，二是感谢他愿意作画，帮忙寻人。这段时间要麻烦宋掌柜了。论年纪，我应该比宋掌柜大一些，不知可否叫你一声妹妹？当然。来，我敬大家一杯。这是我亲手做的黄米糕，洛苏姐姐尝尝。他吃黄米糕会起红疹。哼。我有一事，想向洛姑娘请教。男子该如何讨得心爱女子的欢心？说到讨人欢心，不论男女，都得靠一样：真心。真心假意，不是那么容易辨别吧？自有办法。望、闻、问、切，我来向妹妹展示一下。所谓望，就是四目相对，深情与之对视；闻，就是寻觅对方身上的气息，感知对方释放的信息；问，就是通过询问得知对方真实的想法，就好比这样。沈慕斯，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点心知道。这个时候就需要切。所谓切，就是触摸。点心妹妹，你是不是喜欢沈慕斯啊？
所谓妾，就是触摸。点心妹妹，你是不是喜欢沈慕斯啊？通常这个时候啊，都会否认不回答。看吧，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猜到对方的心思。点心妹妹，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主动的。我向来主动，更以真心待人，但是又害怕太过主动，让自己心爱的女子生厌，却又显得虚情假意。沈国师离开千位阁多日，真是长进不少。肯定是有心上之人多有调教，这么快学会了说情话的本领。确实，我早已有心上之人。若真心对待心爱之人，时间会让你知道，谁是真心待人，谁是戴着面具欺骗。若是真心爱他，必会坦诚相待，跟时间有什么关系？看来，不管这两人谁会赢，妹妹一定是赢家。今日谢谢妹妹的款待，洛苏敬大家一杯。丁心，明日别院见面，我想和你好好聊聊。我会一直等你。如果这最终的结局是一场炼狱，我会把你高高托起，远离这些苦难。我信。他不会还在等吧？沈慕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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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袭击了我。先走再说。沈慕斯，沈慕斯，我终于挡下了射向你的箭。云霄，云霄，快去见太医。好。怎么样了？国师中的毒极深，已经用了最好的药物治疗。要是这2日他身上的热症能退掉的话，就有可能会醒来。有劳太医。都怪我过去的太晚。
我就应该早点去的，他就不会出事了。天心，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生死，你一定要醒过来。你去休息吧，我来守着。帮我去告诉元宵，一定要找到袭击之人。啊，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我去做点吃的。为什么？你没有一丝犹豫。诗人皆困于漩涡中寻求自救，你却为了我不顾自己的安危。继续。死人是没办法还债的，你还欠着债呢。我会像现在一样，只爱一个女子，和她一起看流萤，和她一起看满天繁星。无论发生什么事，都陪在她身边，护她一生平安。如若背叛，如若背叛，凡所喜皆会成痛，凡所乐皆会成苦。天心，你从来不是我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迷不悟。如果这最终的结局是一场炼狱，我会把你高高托起，远离那些苦难。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你活下去。生死，我给过你机会让你离开，你既然选择留下，那你此生只能与我一人纠缠到底。明知深陷尘埃，也与你并肩相待。纵使漫长风雨，满山雪，无惧世界的永恒爱。回眸之际，你纸伞而来。九皇子，你不进去吗？这屋子怕是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如果每天醒来就能看到你，该多好。你醒了，妹妹，她醒了。你终于肯醒过来了。真的没事了。无碍。谢谢你，沈木斯，又救了我一次。我终于挡下了射向你的箭。不过你说，你终于挡下了射向我的箭，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想起上一次你差点被箭射伤的时候。你线索查得怎么样了？这件事疑点颇多，我也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以免打草惊蛇。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以后颇多变数，我们要多加小心。谁跟你我们？好好养你的伤吧，这些事情我一个人就行了。当然是我们。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弄点东西。扯到伤口了。宋天心，既然我选择了留下来，那我此生便只与你一人纠缠。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就够了。掌柜，根据别院周围发现的脚印推测，应该是个男子，不过还没有什么线索。这2天离奇人呢？估计见您专宠国师，吃错了吧？油嘴滑舌。点心妹妹，你先下去吧。是。啰嗦姐姐，妹妹，这些糕点是我专门买来向你赔罪的。啊，姐姐客气了。上次的事情怕你误会，其实我与沈慕斯只是友人。我与他自小相识，倒是从未听他提起过。沈慕斯来花满楼办事，我们因此而结识。不过说来也奇怪，沈大人向来秉公办事，某天开始突然向我讨教起如何讨姑娘的芳心。头一次听说堂堂国师大人还会需要跟人讨教如何哄人高兴，说出来让人耻笑。那妹妹以为国师大人想哄的姑娘是何人呢？妹妹，其实姐姐很是羡慕你。你自小有家人的庇护，现如今又有这样一个人爱你、护你。女子有了富族或夫家的庇护，总是要安稳一些。为何女子只能依靠富族或者夫家？我相信，女子也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干什么？你没事吧？这小丫头一看就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黄米糕是糯米所制，不易消化，不如吃块栗子糕吧。还是姐姐想的周到。姐姐看起来有些伤心。看到她，就让我想起了过去。我曾经也有一个妹妹，只是当时家中贫寒，妹妹生了重病，无钱医治。后来，她独自外出走失了，至今也未找回。你还记得她有何特征？我帮你一起找。都过去这么久了，应该是找不到了。点心妹妹，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掌柜，公主到了。国师受伤细节并未让外人知晓。公主，姐姐，你没事吧？本宫听闻国师受了重伤，担心姐姐也受伤了，赶紧过来看看。见到姐姐安然无恙，真是太好了。我没事，多谢公主关心。该不会又发生什么惨案了吧？可别瞒着本宫。啊，没什么事，就是国师外出时不小心被猎户误伤了。公主，你要去看看他吗？哦，本宫看什么国师啊？只要姐姐好好的，其他人受伤与本宫有何干系？我相信姐姐也不会担心他的。你笑什么？公主殿下晚安。小女笑是因为最近掌柜每日陪伴在国师大人身边，悉心照料，比他自己生病还要担心呢。啊，姐姐，你不是退婚不嫁国师了吗？改主意了？公主您误会了，国师是在千位阁受的伤，我作为掌柜定要尽心照顾。那没事了，本宫这回是偷偷溜出来的，得赶紧回去了。这补品算了，放下吧。姐姐，我走啦。公主慢走。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怎么到你这里，变成了被猎户所伤？此事蹊跷，不便让外人知道。而且，没称呼你被狗咬已经便宜你了。谁是狗？元宵，
长官，已经有游氏的消息了，目前发现了3处可疑住处，立刻出发。我陪你去吧，万一你有出事，你的旧伤未好，出事了也救不了点心。点心，还是我陪你同去吧。万一出事，我这国师的身份也能一用。再说，九皇子若是出了意外，我和点心就太过意不去了。这样，我带一队，元宵带一队，你俩一队，现在出发。啊！长官，你和国师谈情说爱能不能收敛点，不要那么明目张胆，我看了都会脸红，更何况九皇子。别废话，赶紧找人。你虽受伤，清力却丝毫不见少，不仅跟花魁暧昧不清，还对点心穷追不舍。你赖在千位阁不走，不是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的意思是说，你进屋的时候看见沈慕斯手中有匕首，但并未看到他用匕首杀人。他无故离开，单独行动，难道不是早有预谋？沈慕斯如果真的犯了事，大理寺自会抓去问话。我相信，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点心。他自己都无从辩解，你竟信他，却不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国师也没有杀人的理由啊。他目的是何，我不晓得。但是，你难道不是因为他受伤，才对他卸下防备的吗？李启，我知道你的顾虑，等我调查清楚，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不用给我交代，你非要信他，我又怎能左右？说吧，究竟发生了何事？死者不是仿造自己的人。我进屋时，人已经死。死者的掌心有后茧，长期握笔的人应该是中之友，所以死者不是长期握笔的人。死者与画像一致，我们应当没有找错人。这个消息是洛苏提供的，会不会问题出在他身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奇怪，那日我醒来时，洛苏出现在我的床前，我一向对血腥之味很敏感。
你醒了。那天我隐约在他身上闻到了血腥之味，但当时我以为那是我的伤口。我可以理解你不说实情，但是你为何连辩解都没有啊？有你在，我知道你会护我，所以我有什么好跟他们浪费口舌的呢？你若是以后还敢这样，千位阁似乎没有像之前一样风平浪静，定要注意，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底牌，包括力气。他的底牌究竟是什么？你是幕后主使者，没想到你藏得如此之深。蔷薇阁一定还有你的人，是谁？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凭他的聪明，应该发现了。你有什么打算？你见到让你给我送信之人了？收拾一下，我们赶紧走。你去里面的屋子慢慢吃吧。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你将伤口掩饰得很好，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亲手做的黄米糕。罗素姐姐，尝尝，你吃黄米糕会长红疹，那日你拦着没让盼儿吃。黄米糕是糯米所制，不易消化，不如吃块栗子糕吧。我猜，你们是认识的。你曾说过，你有个妹妹，就是她吧？你的目标一直是我。明日别院见面。你偷听到我与沈慕斯的对话，提前埋伏在木屋。
行动失败之后，为了避免我们深入调查，伪造假尤氏死亡，做成了个死扣。但你没有想到，那双没有握过笔杆子的手，反而引起了我们对你的怀疑。沈慕斯为你挡的那一劫，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愿意为你而死。但同时，我也很遗憾，因为我可能失去我唯一的朋友。朋友这么久，难道你接近我也是有目的？沈慕斯，你觉得在花满楼真的会有人愿意付出真心吗？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我？因为我要活着。你那日说你的妹妹丢了，丢的不是你妹妹，而是你的爹娘吧？你怎么猜到的？如果是你的妹妹，你大可将她带走。但你既然听从命令，那只能说明你的爹娘在对方手中。我只有听话，我的亲人才不会死。你就那么相信背后之人？宋点心，你曾说，女子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为何女子只能依靠富族或者夫家？我相信，女子也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你成为将军，拒绝赐婚，还开了千位阁。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从出生起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们在生活，而我们只是活着。但你有没有想过，宋点心也没有选择。他被迫替父出征，在战场上厮杀，随时可能丢了性命。他拼死保卫国家，就是为了百姓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即便他付出这么多努力，将军府仍被斩抄。对他而言，活着何尝不是一种万幸？我们都在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家人，你有你的困境，我也有我的牢笼。但我相信，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洛苏姐姐，你相信我，跟我合作。只要你帮我保住妹妹、爹娘的性命，我就帮你引出我上面的人，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我就是最好的诱饵。袁大婶儿，哎，姑娘来了。以后就有劳二位了，请好好照顾她。好的，我们会照顾好她的。现在你就有家了，去吧。来，让我看看。哟，长得这么高啊，真好。姐姐，你居然会说话！盼儿，你这个小骗子！我姐姐说，当我有家的时候，就把这个交给你。
的自己一样，这才是写那封伪造信之人。绿花配红叶，画那幅贴海棠的游士寻得怎么样了？那名游士云游四方，目前还没有查到他的行踪。不过他画的那幅画，红叶配绿花，红叶是什么红？坐好。明晚有灯会，去不去？游士都还没有找到，哪有心思去玩啊？去不去？好啦，懂什么呀？对了，此次前去，安全最重要，听到了吗？你就放心吧。不放心，除非……江山美人梦，女将军得去醉梦苑。国师大人誓死守清白，快来买，快来看呐！快买快买！女将军和国师大人，好喜欢啊！美人俊才包你满意，还有戏本哦，只要20回去看吧。好啊好啊。这倒挺像你帮我处理伤口的样子。女将军和国师大人的爱恨就……这是你画的？你管谁画的？要买就买，不买走开！我这要买的人可多着呢。你到底谁呀？我是千味阁的掌柜送点心，旁边这位是国师大人。看你这模样也不像是会作画之人，到底是谁给你的？说。是一个男的，我们约好每隔7天见一次面，我就负责售卖2、8分。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下一次何时给画本？明晚。这画本中的诸多内容，分明就是根据我们的真实经历所画。究竟是何人会对我们的私事了解得如此细致，而且还有续本？但他这么做，到底目的是什么？元宵。啊！盯紧小范，掘地3尺也要找到画师。是，我马上去。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你是在怀疑我吗？我可没有能力绘制这画本。再说了，点心，这本上画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吧？当然是假的。九皇子，你要不要学习一下如何和姑娘谈情说爱？你还给我！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还给我！那你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真的。
主子派我过来问，您考虑的如何了？李奇，你这是在做什么？你跟踪我？我只是出来走走。九皇子你，偷偷摸摸的在跟谁说话？我不过是吩咐人办点事儿而已。倒是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点心一直把你当挚友，不要让我知道，你会做出让他伤心之事。我与点心之间的事，无需国师指手画脚。九皇子，别做令人怀疑的事情，安安静静的待着，才能保命。国师，有闲心跟踪我，不如多做些国师本分之事。有画师的消息了。画师还没找到，不过这2天我调查到另一件奇怪的事情。什么事？这几日，驻守在各地的高官权贵纷纷来了城里。这是我抄录的名字。这不是我名单上的名字吗？只有这个人没有出现在元宵的名单上。我怀疑这上面的人已经被有心之人知道了。有谁能看得到这些？除了我，只有你们2个。掌柜，我相信你们。元宵，你自小家破人亡，跟着我南征北战，忠心耿耿，我都看在眼里。画本和名单上的人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出现的，要不先找到画师，看看是不是同一拨人，以免打草惊蛇。说得对，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画师。画本是我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您整天忙着谈情说爱，咱们千味阁都入不敷出了。最近城里流行爱情画本，我想着写一个缠绵悱恻的画本，赚点小钱。但没想到这个画本居然风靡全城了，够咱们千味阁半年的收入了。哦，那你为什么要画我跟沈慕斯啊？你和国师整天缠绵悱恻的，这不正好作为素材吗？而且大家都爱看英勇善战的女将军和腹黑深情的国师大人。必须给我把这些画本全都找回来，一本都不许少，听懂了没？是。你们这画本太不成体统了！你看，这配色都不对。哎，哪里不对了？你看，胡说八道你！哎，老板，等，这配色哪里有问题啊？你找麻烦是吧？你瞧瞧，这花的颜色都不对，竟然是绿色。你看，这明明就是红花，这叶子才叫绿色。你胡说！明明你这花就是绿色。不是，你看清楚，这就是红花。这个明明就是绿花。他叫华无心，善于模仿自己，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尤氏。不过真实身份还在调查。这么说，我们还得多谢你的画本找出华无心了。掌柜，这不是多亏了我这个副将吗？你看，要是没有我这个画本，怎么会引出这背后之人呢？我这也算是戴罪立功了。
滚！我们正愁找不到他，如今他却自己送上门来，这就是个圈套。还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知道。李琦最近行踪诡异，与一男子频繁密会，我怀疑近期的事与他有关。我们彼此都是有秘密的人，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的。你怎么会那么固执？掌柜，花无心来千位阁了，不只是他，名单上剩下的人都来了。立刻关店，今日不接待任何客人。照样迎客。你尚未弄清楚他们的来意，贸然迎客太过草率。如果打仗也像你这般优柔寡断，早就已经马革裹尸。元宵，让伙计们准备迎客。如果这是个陷阱，你做这个决定只是自投罗网。这样更好。既然他们都来了，我就能找到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了。信，你不知道上一世李琦根本没死，他平安返回了南陆国，间接害死了你和你的家人。沈慕斯，我知道你担心之事，但我不能让唯一的线索从我手中溜走。只有他没有名字。感谢宋掌柜的邀请。我邀请了你。听闻你不仅善于制画，更善于模仿自己。不才，正是鄙人。主子让我给你带句话。公主说，让你好好珍惜今晚最后的时光。都别动！都死了！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杀人行凶！来人，将宋典卿给我缉拿归案！大人，这些人虽是在千位阁遇害，但并非是民女所为，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将罪名安在民女头上？证据确凿，我只管抓人，是冤是罪，大理寺说去。带走！住手！这些人的死跟宋典卿没有关系。
国师大人，我们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不把人带走，下官也不好跟上面交代。我跟你们回去。定心，是非黑白，我相信大理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千位阁下毒的厨子咬舌自尽，留下一封信，说是你指使他下毒的。画师华无心就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人。南陆国的正四品都尉陈瑞阳，他身上也有一封你的亲笔信，内容是：今晚来千位阁，有重要之事相谈。大理寺应该会把你交出去，一切争端。陈瑞阳，他死前说，公主殿下让我给你带句话，珍惜今晚最后的时间。你怀疑可颂公主？背后之人，或许是在混淆视线。但我保证还有一个人，一定脱不了干系。谁？李琦，我已经在查他。不会是他的。宋点心，你在执迷不悟真的会死。我已经安排人此时接你出去，在我找到证据之前，你不要出现。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如果我的命运终将被推向死亡，那我也必要杀出一条活路。现在名单上的人全死了，我已经没有其他线索了，这就是个死局。沈木子，你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在我还没有找到破局的方法之前，我不能再把无关之人也牵连进来。那离奇呢？你为什么反复抓着离奇不放？因为他上一世根本没有死。上一世。城墙甬道的血，是我见过最凄惨的血。上一世，我看着你死在我面前；这一世，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也是重生的？从你不再追着我叫我慕斯哥哥，从你的眼里满是仇恨，从你带着棺材来退婚，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点心，好久不见。点心，你望着我的眼神，跟上一世你重现时的眼神一模一样，充满着仇恨和绝望。我知道，你也重生了。点心，我想告诉你的是，上一世李希根本没有死，他和幕后之人联手，在你战胜还朝之前，通过假死换取了回南陆国的机会，然后还诬陷你通敌叛国。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我的方式如何，我对你从未有过欺骗。
国师大人，时间到了。这一场重生，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了2个国家的命运。神木寺，我失去了太多，就让我孤零零的来，孤零零的去，谁都不辜负谁。有多大的希冀，就会有多大的伤害。与其这样，不如从未有过。罪人宋点心毒害本朝众多官员、商客，以及南陆国都尉陈瑞阳，将昨夜情况如实交代。想要害我之人，不会错过看我沦落到这般下场。会是谁？宋点心，你可知罪？你是幕后主使者，没想到你藏得如此之深。宋公主，南陆国都尉陈瑞阳死于本国，父皇特派本宫来协助审案。姐姐，这些人可是你毒害的？我从未害人，不知罪也不认罪。这些都是从千位阁搜出来的证据。姐姐，你太让我失望。真的是你毒害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那上面。本宫刚调查清楚，他们个个都是通敌叛国之徒，你就将他们灭口杀害。姐姐，你爹因为通敌叛国被砍头。如今你代替你爹成了南陆国的奸细，你就是这些人的幕后主使。我爹从未勾结外敌，我更不是南陆国的奸细。我可以作证，宋点心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这是从陈瑞阳身上搜出的宋点心的亲笔信，今晚来千位阁，有重要之事详谈。而这封是宋点心写给我的信，你看，2封上面都有宋点心写的签，但字体完全不同。海阴国的签是签，而南陆国的签则多了个人。一个人的习惯难以改变，这分明就是有人栽赃陷害宋点心。国师大人，仅凭这一点恐怕无法服众了。依本宫看，应当将宋点心处死，才能给2国一个交代。姐姐，你不是最喜欢秉公处理的吗？本宫不过是在办案而已。公主，宋点心乃我夫人，若她有罪，我愿押上国师之名，与她罪罚同责。这么说，宋点心被砍头，你也愿意陪葬了？国师大人对姐姐的这份爱真是感天动地呀！杀人偿命，那就将宋点心就地处死吧。
一个人的习惯是无法改变的，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宋点心。仅凭这一点，恐怕无法服众了。依本宫看，应当将宋点心处死。公主，宋点心乃我夫人，若她有罪，我愿押上国师之名，与她罪罚同责。国师大人，你对姐姐的这份爱真是感天动地。姐姐，你可有话要说？我与沈慕斯早已解除婚约，从过去到现在，从未在一起过，无需罪罚同责。点心，我知你是怕拖累我，但你可知，你无需一人苦苦支撑。杀人偿命，那就将宋点心就地处死吧。等一下！九皇子，看来在千位阁待久了，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最好分清楚自己的立场。我与点心早已有夫妻之实，她将是南陆国未来的王妃。若公主执意要动她，便是煽动两国交战。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看来九皇子对姐姐喜欢得不得了啊。不过，这恐怕是你单方面的说辞吧。这是点心的贴身之物。当时，他将这玉佩作为定情之物，赠予了我。姐姐，两个男人都要保你，我倒是很好奇，九皇子的话，你认吗？九皇子的话，属实。还请公主以大局为重，重新调查宋点心之事。还真是看了一出好戏啊！九皇子都把推动两国交战的罪责扣到我头上了。大理寺卿，按照海银国律法，这种无法确定的案子应当如何处理？进于府内，直到真相大白。就这么办吧。是。点心，我们回去吧。走吧。点心，两世的纠葛，说彼此要纠缠一生。可是现在，你却连守护的机会都不留给我。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我们要与千位阁共进退。长官，我们都想留下来陪你度过这次难关。没什么难关，等真相水落石出，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等风波过去了，你们回来就是。你们都曾在战场上跟我出生入死。如今千位阁危机四伏，就算你们留下，也无法助力于我。你是我们的将军，我们愿意为你出生入死。是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誓死保卫千位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众将听令，在。本将军现在命令你们撤出千位阁，不得做任何无谓的牺牲，听清楚了吗？是。还不走？国师大人，此处已不便你留下，请回府吧。为什么他可以，我却不行？为什么非要与我撇得如此干净？你我之间，是执念也好，余爱也罢，一别两宽，是唯一的结局。点心，这枚玉佩，物归原主。这玉佩我不想要了，替我扔了吧。沈慕斯，从今以后，你我陌路，此生此世，别再纠缠了。你一个南陆国放弃的质子，有什么能力护得住宋点心？我这身份虽有名无权，但等我和点心成亲之后，自然会脱下质子身份，带他远走高飞，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宋点心是我的夫人，就算立了碑，那也只能冠以我的夫姓。而你不过是蝇营狗苟的活着，连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这里是海银国，我是当朝国师。若是被我查到任何有关于你对宋点心做的不利之事，我势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敢，就
离奇有家可回，有处可退。可是沈木斯，海阴国是你的家，这里有你的父母亲人。将军府已然如此，我不能再因为自己的私心将国师府也拖累进去。虽然你没有向我言明过，但我相信，上一世你绝无害我。掌柜，不好了！我刚打听到朝中有人谏言，要发兵攻打南陆国。是可颂公主吗？可颂公主认定您就是敌国奸细，她觉得您迟早引发战乱，不如现在主动出兵。从苏雪芙、梁公公、洛苏，再到重臣、商客、陈瑞阳，他不会只是为了要将我置于如此处境中。您认为他有其他目的？或许，两国交战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不过，一旦陷入战乱，离奇。点心，找我何事？我已让元宵备好了马车，今夜你就离开海阴国。你的想法我知道，海阴国和南陆国眼下局势紧张，我身为质子，自然是深陷漩涡中心。但我不想离开这里。回南陆国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你继续留下就是在等死啊！未交战之前，我这南陆国的九皇子还不会被记起。让我留下来，可以帮到你。九皇子，我看你还在犹豫，主子可没有那么久的耐心，过了明晚就没这个机会了。我曾跟你说过，离奇与一男子密会，刚刚那个人就是他。你亲眼看到了，还敢说他没问题？此事无需你插手。还愿意相信他？难不成信你？从你来千位阁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计划好的？在你眼中，我付出的所有真心，全都是计划。难道不是吗？既然你心里早有答案，那我也不再多解释了。离奇的事，我非查清楚不可。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你我之间不要有任何牵扯。
点心，你醉了，我扶你回去休息吧。你说，人为什么要有秘密？秘密？沈木司有秘密，一直瞒着我，而我也有秘密，一直瞒着所有的人。你想知道我的秘密吗？从我创立千位阁之初，我就担心有人要害我，要在我和我的家族头顶上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我费尽心力一一铲除可疑之人，没想到我不仅落入了陷阱，还没有守住家人的性命。所有的事情都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那你呢？你有秘密吗？你会不会像沈木司一样，也在骗我？有，我的秘密便是，我不仅想要活着，我还想要回到南陆国，替族人报仇，争夺皇位，让天下百姓不再受战争之苦。可是为了你，我愿意舍弃这个秘密。点心，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这里的一切，和我浪迹天涯，逍遥自在？李启，你有你的秘密要守护，我也有我的责任要承担，我是不可能放下一切，与你同行的。不必了，多谢。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一直等到你回头，但我等来的是绝望。苏点心，若你心中无我，我做这一切又有何意义？你寄以来，是考虑清楚了？宋点心已然逝世，没必要步步紧逼，他折腾不出什么来了。海银国战功赫赫的女将军，我再了解不过，她不可能那么容易认输。这次我绝不会给她翻身的机会。你是海银国公主，为何要做此事？说起来，我也算半个南陆国人。什么？我母亲本是南陆国人，南陆皇族争权夺势，戕害我母族100余条性命。失去至亲之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个理由不充分吗？我虽能理解，但是宋点心，
他是无辜的，你何必硬要拉他下水啊？无辜？如果不是宋典新阻碍，早已对南陆国发动战争。眼下局势你已知晓，两国开战在即，你要记住，我是唯一能够给你自由的人。掌柜，出大事了！南陆国听说你毒杀了他们的重臣，现在扬言要进城斩杀你。现在全城都在传，两国又要打仗。来得这么快，林袭人呢？赶紧备好马车，他不能再留在海阴国了。他一大早就离开了。掌柜，比起他，现在您更危险，咱们赶紧离开吧。元宵，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是。神木司，既然各走各的路，你又带着棺材来这儿干什么？重逢之时，你说这棺材是你的嫁妆，如今我带着它来娶你。宋点心，我今日就是来娶你的。怕是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我宋点心，此生此世，绝不会嫁给你沈木司。嫁与不嫁，你说了不算。跟你有婚约的，是海银国的大将军宋点心。你要娶，就去娶他吧。民女宋点心跟这桩婚约没有半点关系。点心，你若与我毫无关系，当初为何不一刀杀了我？你若不喜欢我，为何留我在你身边？你若不爱我，为何要为我而哭？你若与我毫无关系，当初为何不一刀杀了我？你若不喜欢我，为何留我在你身边？你若不爱我，为何要为我而哭？如今南陆国将我视为死地。朝堂上的每个人都对我虎视眈眈。您若要娶我，一旦开战，您将与两国为敌，永无回头之路。纵使与天下为敌，我也要在你身边。这一世，你若想浪迹天涯，我便伴你左右；你若想逐鹿天下，我愿为你辅助；你若想以死抵抗，我便生死相随。生同亲，死同血。无论你是将军，还是普通百姓，
亦或是逃犯。我此生所爱之人，只有你宋天心一个。宋天心，你愿意嫁给我吗？明知总有一丝微妙遇见的沧海，不曾扛上心门寒冬，情更翻倍岁月轻拂开。心门之外，谁在徘徊？明知遭祸夫人，也难以拥你入怀。只得一言万来，不语万劫，不顾之意，愁痛快。风霜如雪，在无憾流白。明知浮萍青苔转瞬于千秋万代，只求也虽软枯一重爱，葬不被尘土成掩埋。洪流之中刻下残骸，明知身陷尘埃，也与你并肩相待。独身满城风雨，满身血，无惧世界的永恒爱。回眸至今，一直散而来。这样也好，我被你掳来，又被你赶走，也算是有始有终了。天心，我很怀念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不过我们之间也就到此为止了。你们早就知道了。是。你们是什么时候为我设的局？在我被关押入大牢那日，便决定与沈牧司联手。国师大人，时间到了，退下。是。天心，若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你只会推开我。对于一个将军而言，最好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而不是牢里。宋天心，我不会放弃。无论重来多少次，我会牢牢看住你，陪你一起经历生死。这一世，我们还有机会。宋天心，你会信我？
你说的对，这一世我们还有机会改变结局。我掌握的叛变名单上的人都死了，失去了所有的线索。我必须让你帮我牵出背后之人。只有那人知道我不再信任你，那他定会利用你来杀我。棺材为媒迎娶，真相大白为聘。宋点心，当你说要送我离开之时，我差点信了你。李琦，送你离开，我从未骗过你。你撒谎！你让我留在你身边，让我误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这不是利用我的感情是什么？你错了，他对你的照拂，只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恢复自由，仅此而已。李琦，你是被困在敌国的质子，而我是被困在谜团中的疑犯。我从不觉得朋友之间的互相依靠是利用。即使在化无心陈瑞阳死后，真相未白之际将你留下，我的初衷也从未变过。即使我觉得你行迹可疑，但我也不相信你会真的害我。如果我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会答应吗？你知道的，真相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幕后之人就是可颂公主，而你是唯一知情之人。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当面指认她的罪行。不过，如果你现在想走的话，带上它，你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海鹰国的每一个关口。眼下局势你已知晓，两国开战在即。你要记住，我是唯一能够给你自由的人。你说过，以我皆是赌徒，以此生作为赌注，希望我们都可以赌对。但是在你眼里，我不过就是指认公主的工具罢了。这种施舍，不要也罢。
启禀公主殿下，在大唐发现了死者，乃是南洛国之子李启。可颂公主，李琦在千位阁久居不走，更对我夫人图谋不轨，于是我和宋点心才将他反杀。怎么又一个南陆国人之死与宋点心有关？而且还是九皇子。人刚一死，公主就来了。莫非公主可以预知未来？启禀公主殿下，在大唐发现了死者，乃是南洛国之子李启。怎么又一个南陆国人之死与宋点心有关？而且还是九皇子。人刚一死，公主就来了。莫非公主可以预知未来？本宫倒没这神通，只是关心姐姐，特地过来看看。没想到，刚好撞见了。这装盒是姐姐的吧？是我的。竟是通敌叛国的信件。前海银国护国将军、千位阁掌柜民女宋点心，与敌国世子离奇交往过甚，勾结南陆国，现以叛国罪将其捉拿，还不给我跪下！不可！点心，将沈国师压下去。走。不可！留我们姐妹两个叙叙旧。你接近我，口口声声喊我做姐姐，却又设局害我，为何要一直针对我？说实话，这朝堂上我唯一能看得上的女子只有你，宋点心。本宫本想提拔你为我所用，可你偏偏要跟本宫对着干，为何非要激化两国之争？那是因为他们该死。本宫母族100余条性命被南陆皇族所杀，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可是宋点心，你一再阻碍对南陆国开战，使本宫报不了仇，让本宫不得不一再改变我的计划。本宫原想利用苏雪芙对你的嫉妒将你除掉，可惜她没配上一个好脑子，留着反倒碍了本宫的事。离奇心思谨慎慎重，正得你意。你看，他配合得多好。成功让你上钩了，可你并没有兑现向他允诺之事。没错，本宫是答应他事成之后还他自由来着。但是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他被南陆国抛弃，海银国也容不下他，他去哪儿能自由啊？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说实话，跟你过招挺好玩的。这要是以前，本宫愿意跟你多玩一玩。可是你手上居然有本宫所有人的名单，这就没意思。那日本想在大理寺杀我，居然有那么多人要保你，没劲。他们帮你做事，
却杀了他们所有的人。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付出代价。就是这种眼神，恨本宫吧？你再狠一点，因为你越狠，你就越能理解本宫。仇恨是毒，更是药。它让我时时刻刻都清醒着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本宫的母妃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她到死的那一刻都还在提醒着本宫，本宫活着就是为了复仇。你简直是疯了！你太小瞧本宫了，更疯的事情还在后面。国师沈慕斯，监国失职，民女宋典心通敌叛国，打入天牢，明日斩首示众。宋典心曾为海阴国一品大将军，犯下通敌叛国的重罪，幸得本宫及时发现，才未酿成大祸。这么多年，你仗着自己的军功，在朝堂和民间肆意妄为，这一切都将在今天结束。你陷害忠良，残害无辜之人的性命，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公道自在人心。真相总有水落石出之时，是吗？等你死后，你会带着臭名消失在这历史长河里，没有人会记得你。沈慕斯，就由你来诵读宋典心的罪状。毕竟，她是你未过门的妻子。海阴55年，宋典心率1000余轻骑轻取天河谷，大破万余敌军，夺取粮草。那一年，宋典心17岁。我要你读他的罪状，你在读什么？海阴56年，南陆国攻占要塞。放肆！来人，沈慕斯监国失职，现革去国师一职。宋典心通敌叛国，就地处斩。谁敢伤将军分毫，先杀我等！至尊守护！你们是听不到本宫说话吗？海阴56年，南陆国攻占我边境，危害百姓。宋老将军身负重伤，兵寡2手下。宋典心独身率精锐部队攻城，击退敌军，守护了我方百姓安危。那一年，宋典心18岁。57年，
宋典欣率军深入漠北，歼敌3万，从此海银一统漠北。前尘一面，诀别如露如电，教终生错付。隔海观月，或是隔山看雾，总不肯和睦。人间无数都被一场大雪辜负。那一年，天地失色，宋典欣19岁。风雨白，国朝疆域辽阔，兵马100万，可保家卫国的重任，却有一名女子承担。宋典欣所做一切，不过是为了山河无恙，盛世平安。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你会怎么做？我会像爹希望的那样，继续当将军，保护国家，保护家人。这样的人，如何是一个叛国之徒？只得一言，万来不语，万劫不无之意，求痛快。风霜如雪，再无恨日来。不可能谋反的。高帝善，将军不顾自己性命安危，将我等从敌营救出。将军仁义护国，不可能叛国。深入北漠，将军身负重伤，但他却将仅剩的疗伤药草让给受伤的士兵。我们的性命都是将军给的。我元宵从小无父无母，若没有将军，早就尸骨无存。为了将军，誓死守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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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反了，都打反了吗？还不叫这几个人给我速速拿下！谁允许你们把刀放下的？都给我捡起来！捡起来！反了！谁说他们反了？谁说他们反了？你没死，还不将这敌国奸细给我速速拿下！可颂公主，你勾结外敌，残杀两国权贵，利用我陷害宋典欣，空口无凭，你可有证据？我没死，就是证据。还不叫他们几个给我就地正法！我看谁敢！皇上驾到！父皇，是宋典欣胆大包天，他联合外敌结义，还想污蔑冤枉儿臣。父皇，好了，朕的好女儿，你说的一切，朕都听到了。为何非要激化两国之争？那是因为他们该死。
本宫母族100余条性命被南陆皇族所杀，这个仇我必须要报。仇恨是毒，更是药。可颂公主无德，屡犯重罪，难为国法所容，现贬为庶民，幽闭于深宫，永不得出。将军宋国林遭人诬陷，一生忠君报国，追谥为义勇侯。宋氏一族当即释放，宋典欣平定内乱，功劳显赫，官复原职，加封护国大将军。姐姐，我自小被母亲控制，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替母族复仇。我好怀念跟姐姐在一起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活得才像我自己。姐姐，救救我！妹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叫你。你可以恨我，继续恨我，这样你还可以继续带着恨意活下去。宋典欣，你会后悔的。权谋之路本来就应该踏着尸骨与鲜血，你太心软了，你太天真了，宋典欣。你阻止得了一时的战争，你阻止不了一世的。真这么急着走？我现在官复原职，留在千位阁，我还可以护着你。宋典欣，我想要回到南陆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还想要完成你的理想。我的理想？止戈为武，避免战争再起。我要用我一世全部的力量，护两国安宁。一路艰险，只可惜，不是你陪在我身边。陪你的那个人迟早会出现，那个人一定不是我。典欣，可以作为一个朋友，
给我一个拥抱吗？不可以。当然。我要走了，后面还有人等着你呢。我们还会再见面吗？有机会一定会相见的，希望不是在战场上。当然。好好照顾自己。沈慕斯，如果点心过得不开心了，我可是会随时带他走的。你敢？有何不敢？宋点心，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愿你一世安乐无忧，有人相依，有人可信。大家不要抢，不要急。今天是咱们宋将军和国师大人大喜的日子，咱们掌柜吩咐了，以后每逢初一、15啊，都是咱们的施粥日。谢谢。粥米充足，人人都有份儿。大家不要急，排好队啊！画本里的人最后都去哪里了呀？他们呀，都去到下一个故事里了。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下一个故事呢？人人都有份儿啊！很快吧。断鸿流不出微雨，叹宿命轮回里。这个世界有人生，有人死，有人在自我埋葬。如果人生还能重来一次，我确定还会再爱上你。即使天寒地冻，路远马亡，也要把我孤独的灵魂和你一起安放。还未举目无双，衣不裹体，我们没资格难过。我要与你一起在悠久的时间长河里，留下属于我们永恒的印记。擦肩过的一瞬，足够我刻骨一生。辞别在回忆无期，心上许和你，像那些云烟和山间一曲，思念触手可及。我只要今生许一场相依，不要如往昔之前。
地，往星河长宁，支离破碎皆人情。